不是我遮意，而是你睡觉。我跟你说，不管你爽不爽，台湾是我家。如果你不敢为你的家人奋斗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敢。你不懂罢免，对这个他妈的自以为是的老外又来跟你讲你不想听的话。今天也会得罪很多人，但是今天不一样，因为今天蓝绿白都会不爽。如果你是蓝白，你应该要同意罢免；如果你是绿的，你要醒来，因为这个不是颜色的问题，而是神准。如果在台湾有人在帮助中共，例如有人在政府帮助中共，不管这个人是蓝绿白，那个人应该要被罢免。说实话，如果我可以决定的话，我会把那个人赶走。如果你同意我的说法，很多人会觉得你很侧翼。侧翼在那边侧翼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担心有没有侧翼，你要担心有没有够侧翼。因为台湾的问题是太轻松的看待这件事。我会说一件事会得罪很多人，连同文总会不爽，但是是实话。我没有来这边跟你说台湾很棒棒，我拍片是跟你解释我们在面对的危机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因为很重要。而且我发现大部分的人连讨论这些事情都没有讨论，更不用说面对。那怎么说呢？我这几天参加同意罢免的活动，我有采访很多人，那些人已经知道我们要同意罢免，他们知道中共渗透台湾，但是我发现如果我问下去，其实他们不是很清楚我们被渗透到哪一个程度，跟被渗透的后果是什么。因为罢免帮助中共的立委，这是一个小部分，我们该做的事情还有更多更难。罢免是为了避免被侵略，因为听到侵略，很多人只有想到武统，但是中共侵略台湾不只是武统但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不知道，西班牙人不知道这件事很正常，但是台湾人不知道的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傻眼。好，简单的说，你知道中国有一个统战部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但是我问我身边的朋友，大部分的不知道。这个是中国政府的官方网站，不是我随便说的，不是民进党发明的。那统战部在干嘛？它是政府的一个部门，专门来统战台湾，就是渗透台湾。简单的说，就是骗台湾人，为了相信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但是这件事是诈骗，骗人的。假的。在台湾有不少人在帮助中共统战台湾，渗透台湾，所以罢免是为了把某一部分的这些人从政府赶走，但是那只是一部分，跟统战不合作的人不少，不只是立委。然后最严重的事情，不只是蓝白没有在看这件事，很多绿的也没有看。中国统战台湾不是最近的事情，在社区媒体早就开始有间谍，有立委，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有一些立委要通过的法条是对中共有利益，而不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益。同时，台湾社会在睡，有点麻痹吧？我觉得不用在意这么多了。那其实我知道中国人不坏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说实话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一件事是事实：今天的台湾绝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。今天的台湾还是自由，还是民主。我们该不该尽量避免变成中共的奴隶、韭菜、人款？所以我这3年放弃得到任何一个业配，3年哦，每天都被恐吓，每天都被骂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我不一定会影响到台湾社会，但是至少我会尽量，因为我越了解台湾的状况，越傻眼。台湾人真的没有意识到我们在面对的状况。你们以为台湾是瑞士吗？台湾状况比较像以色列，就是隔壁的邻居想要把我们拒居了。但是有一个差别，以色列知道，台湾人不知道，而且连意识到这件事都有误会我们严重到哪一个程度。你一定听过，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避免变成香港 2.0， 而且如果你去香港放假，你会觉得香港也又怎样？香港还是很好哦。让我跟你说，香港真正的状况比你想象的糟糕，但是台湾在面对的未来比香港 2.0 严重。
中几百倍。你觉得我太夸张？你觉得应该没关系吧？中国不会怎样，他们很多年只是随便说说的，已经麻痹。那我们要看看，如果我们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，会面对怎么样的状况？而且这个包含我们一国两制这种诈骗的说法。首先，我们会马上面对跟美国、日本或是菲律宾的战争。你有想过在2027年被美国人打吗？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你以为我乱讲的？那我建议你看看我这种采访影片，这个人解释的比我清楚。但是我们要乐观一点，假设我们投降，那时候美国刚好是没有办法打，那你觉得下来会发生什么？你觉得台湾的经济会变好吗？台湾贪污会比较少吗？你想一想，你觉得你的生活不会改变吗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台湾媒体没有讨论这些议题？大部分的新媒体也不敢谈。为什么馆长没有提到这些事情？就是如果我们被中共控制，我们日常生活会变怎样？为什么没有讨论？因为这件事有可能会发生。如果你觉得不可能的，他们已经骗你的，那我们现在想一想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？首先，很有可能中共会宣布疫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封城之下，谁不见了你不知道，谁因为病毒死了你也不知道，国际媒体也没有办法进入，所以中共会把反抗他们的人先看掉，到那个时候其他人怕得要命，所以很有可能会乖乖闭嘴。但是如果还有人很勇敢的反抗中共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？他们会逮捕，就是跟现在的中国一样。为什么你觉得他们对中国人民会，对你不会？而且你觉得这样就够了吗？错的，他们会把台湾人放在集中营。这件事不是民进党说的，也不是我说的，是在法国的中国大使鲁沙也说的。但是很有可能你觉得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关系，钱是比较有安全感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觉得中共会让你有钱吗？你一定有听过有一些中国人很骄傲的说，现在我不需要现金，因为我有微信，好方便。对，但是你知道谁可以控制你微信账号吗？就是你的钱呢，就是中共。你觉得这件事不可能会发生吗？这件事已经发生过。例如马云，不然你觉得你比马云有钱？你觉得比马云聪明吗？他以为很有钱，被消失2年之后，他终于了解。但是你觉得只有这件事吗？错的，在台湾，中共会洗人口。你觉得这样太夸张吗？我是乱讲的，这而已，对不对？那是因为你没有了解，现在在香港就是在发生这件事，就是洗人口。新疆、西藏早就开始，如果我们没有反抗，台湾是下一个。而且我跟你说，现在今天的台湾有立委想要帮助中共来洗人口，就是改变法律，让中辈更快可以拿到台湾国籍。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你会想要这些事情发生在台湾吗？我不想要。或是你不管台湾，我有。那你现在知道这些事情，你觉得中共跟民进党是一样吗？你觉得台湾人面对的问题跟中国人面对的问题一样吗？如果你还是这样觉得，拜托你把你的脑子从屁股里出来的开始用，因为你被骗。但是我最傻眼的是，有一些人会觉得罢免就够了，我们只要同意罢免就安全。我跟你说，罢免是必要的，但是不够。如果你觉得大罢免成功就 OK， 你完全没有了解中国渗透台湾这件事。不过不用误会，罢免很重要，因为罢免是告诉中共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渗透台湾，但是不是唯一的。而且我们告诉美国是我们值得被帮助，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。还要做什么？首先我们国防预算要多，非常多。我们要全民皆兵，包含女生跟乐意参与的外国人。例如我，任何帮助中共的人，我们应该要把他赶走。而且我不管是什么颜色，而且不要误会，不是你去过中国，是你在帮助中共。例如馆长，你觉得这样很得意吗？我理解，我本来也想要避免冲突，本来也没有很了解政治，但是最近3年，我每天在研究这个议题，而且我发现没有了解政治的后果是什么。不是我得意，而是你睡觉。台湾人是非常舒服在温水被煮，而且一定有一些人跟我说这件事关我屁事，毕竟我不是在这边长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不管你爽不爽，
台湾是我家，台湾人是我家人。如果你不敢为你的家人奋斗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我敢，所以我不想要台湾人变成韭菜，人款就是中共的奴隶。我不想要台湾人被送到再教育，就是集中营。我不想要台湾人每天怕，因为可能邻居会告我，然后没有法律保障。我不想要台湾人被警察消失，我不想要台湾被美国打。对，我们在谈不是言论自由，我们在说你的钱，你每天怕跟你的生命，你在意你的生命吗？因为我有人向馆长说，主要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做生意比较重要，但是他骗你的是，如果台湾投降被中共控制，你的经济完蛋了，你的生活品质，你的安全更不用说。你觉得你的日常生活会比较好吗？你看新疆就知道。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比现在的状况更糟糕，你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因为像馆长这种人，只有在帮助中共宣传这些谎言。如果你觉得我在抹黑或是抹红他们，其实很简单，有一种方法，他们可以证明他们没有在帮助中共。他们可以去中国直播批评中共，因为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跟疫情，试试看。你觉得如果他们这样做，他们会被赶走，或是他们会消失？但是这两个人在台湾骂政府、骂赖清德多夸张！干的啦，赖清德哦，干你娘老鸡巴，你就输啦，你听有无？有发生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他们还可以抗议吗？可以啦。他们可以直播吗？的确可以。他们一直被媒体报道吗？有啦，我没有，大部分的媒体不敢，但是他们还敢哭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大部分的台湾人看到这件事有什么反应？生气或是不管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党给我1毛钱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做这样的影片对台湾社会有帮助、有价值，然后你想要支持我，你可以考虑变成我频道会员，而且每一个频道会员可以参加一个讨论区，跟其他的会员还有我可以讨论这些议题。那你怎么看这件事？留言跟我说，我们下次见。